柬埔寨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国家？它曾经是东南亚的霸主，吴哥王朝神一样的存在，现在又为何沦落为东南亚最穷的国家之一？其中又经历了什么 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林，在这里我们将好好的梳理一下柬埔寨辉煌的历史、被殖民的命运，还有黑暗的红色高棉。最后，我们看一下柬埔寨现在的发展。这个是今天中午的柬埔寨大餐，这个是高棉红咖喱，一碗米饭，红咖喱要就着米饭。好吃好吃，它跟泰国红咖喱一毛一样。来到柬埔寨之后，你会发现这里是一个非常魔幻的国家，非常强烈的矛盾对比。第一个是它非常高昂的物价和它的低收入，这个物价呢可以说是跟咱们的北上广持平，甚至赶超。而他们的人均收入一个月，很多70%以上的人不到200美金。第二个矛盾是辉煌的吴哥文明和至暗的红色高棉。第三个，这里是危险跟微笑并存的地方。提到柬埔寨大家第一的印象都是嘎腰子、赌场、电诈，还有飞车党。总之外界的很多描述把这里描述成一个最危险的国家。好了，今天这个视频我们就一起来探索柬埔寨。我现在走的这个地方呢是柬埔寨金边的一个老城区，这里就是餐馆扎堆，还有青旅旅社酒店也是扎堆的。柬埔寨跟越南一样都是被法国殖民过的，所以他们的建筑风格是有点像。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先去一下柬埔寨的国家博物馆，看一下柬埔寨曾经辉煌的过去。曾经吴哥王朝的版图非常的大，它包括了现在的老挝的部分地区、泰国的部分地区，还有越南的部分地区。它这个门票是10美金一个人，成年人，儿童是5美金。然后开放时间是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。Hello, one ticket. Can I use card? No card, only cash. 10美金。柬埔寨在历史上分为几个时期，一个是扶南时期，一个是真腊时期。大家都很熟悉的一个我们国家写的一个史记叫做《真腊风土记》。那最后一个呢，就是柬埔寨时期。他们这里对于展品的讲解还是相对比较少的，就是简单介绍一下时间、名字、我的博物馆宝器、翻译器、三叉、巴龙风格。吴哥时期在暹粒发现的圣剑。其实这个非常小大概这个大小只有我的半个手掌大。这个雕像叫埃西，是一个苦行者，公元7世纪的一些铜制雕像。这个是在马德旺发现的，叫婆罗门三会合，12世纪末到13世纪的时候。这尊雕像就是湿婆神，湿婆神他的额头中间有一个眼睛。它是掌管生殖跟毁灭。这个是毗湿奴了，毗湿奴是掌管守护的神。在吴哥窟大部分的建筑它是献给毗湿奴的。前面那个有点像孙悟空的是叫哈努曼。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孙悟空可能是灵感来源于这个印度教的哈努曼。这位呢叫般若，好像是掌管智慧的女神。印度教呢其实有3个神。一个是湿婆神、毗湿奴，刚才都看过了，还有一个是梵天。梵天它出现的比较少，它是呈现有点像印度的四面佛那种造型。吴哥经过当年的鼎盛时期，在末期的时候呢，就是被泰国进攻了，曾经呢被泰国洗劫了，所以呢就是这个就是剩下的2只脚。他们这个博物馆里面有一些藏品还是最后从泰国购买回来的。在柬埔寨的任何一个地方，你都可以看到吴哥时期的一些画像或者是其他的雕塑也好。因为当柬埔寨人提起他们历史的时候，引以为傲的就是吴哥王朝。他们在前吴哥时代信仰的是另外一个宗教，后面才会引入了印度教跟佛教。这个是在公元6世纪的时候。在印度教之前，他们这个宗教呢最主要的是生殖崇拜。这个东西介绍里面没有提到，也是前吴哥时期，公元6世纪。公元8世纪的佛像有个胡子。这个鹰是叫金翅鸟，它是毗湿奴的坐骑，毗湿奴是掌管守护的神。高棉微笑也是非常神秘的一种
微笑，也是高棉人非常热观的一个象征。牛是湿婆神的坐骑，如果要算的话，这个可能算是孙大圣的祖宗。瓦林跟苏格里瓦，其实在吴哥窟看的时候啊，会看到成片成片的废墟，但是像这些比较重要的雕像石像，他们是会放在博物馆里面的。吴哥窟建筑上面都会描述一些他们的神的一些故事，它这个博物馆基本都是雕像，还没怎么讲解。在印度教里面也是有飞天的，这个上面这个就是飞天女神。这个是柬埔寨高棉风格的王冠，这个是当时国王的椅子，这个是国王母亲的椅子。柬埔寨在后期啊，吴哥后期就改印度教为大乘佛教。当时骑在大象上面的椅子，这个是用来放皇室骨灰的一个叫瓮。那这个博物馆呢，有点像四合院，几栋建筑围成一个庭院。那么像这样的一个庞大的王朝是如何从兴盛转向衰败的呢？因为当时的河道淤积，加上常年的大兴建筑，你们看建了吴哥窟，后面呢又建了很多大乘佛教的一些建筑，最后再加上宗教冲突和邻国的崛起，所以渐渐吴哥王朝逐渐走向衰落。泰国在1431年的时候洗劫了吴哥窟，最终的吴哥王朝在1863年的时候沦为法国的殖民地。其实今天我们回头看柬埔寨的历史啊，因为当时它是夹击在越南跟泰国之间，所以呢，它当时是面临着要亡国的命运。当时法国出现殖民了柬埔寨、老挝还有越南，恰恰是这样，它避免了被亡国的命运。当时柬埔寨也是看到了被殖民的好处，所以呢，他们当时是非常乐于被殖民的。现在正在旅行在柬埔寨的金边。金边是柬埔寨的最发达的一个城市，也是柬埔寨的首都。我们现在到的是他们市区一个叫塔山寺的地方。据说这里是金边这个城市的起源地。在很早以前，有一个富人寡妇在河边捡到了一块木头，然后他发现木头中间是空的，并且木头中间有4个石像。于是他就花巨资修建了这一座寺庙，并且把这4个佛像供奉在其中。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迁徙过来，搬过来，就在这个附近居住。于是渐渐就形成了金边这个城市。这个寺庙是有一种粉粉嫩嫩的粉色。寺庙的房顶是由飞天女神撑着。这个寺庙的名字叫 WAT， 是寺庙的意思 ，PHNOM， 这个就是金边的前面那个字母。金边这个英文我老是念不清楚，太难念了，叫什么 Phnom Penh，反正石头是要卷一卷的。哇，这个白塔还是挺巨大的，它是整个金边最高的建筑。柬埔寨在吴哥时期它是信仰印度教的，到了现在它是信仰小乘佛教。它是建于14世纪的时候，所以当时还是在信奉着印度教。发现那块木头的妇人呢是叫奔夫人，这个寺庙叫做奔夫人寺庙，而金边呢又是叫奔夫人山。随后在15世纪的时候，柬埔寨的首都由吴哥迁到金边来。这里面是有非常多的壁画，整个里面所有的墙壁都被装饰成了壁画，房顶也有。这些壁画呢都在诉说的这个宗教故事。你们看看这个好有意思，这个鹰好像是毗湿奴的坐骑。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奔夫人。然后这里是可以相当于一种圣水吧，用来洗手洗脸，相当于一种祝福。刚才我也意思洗了一下手，希望我有好运。这个就是金边晚上的样子。现在时间是晚上的7点，这看起来也是高楼林立，很城市化的感觉。就在法国殖民期间，修建了非常多建筑，其中非常著名的就是金边的大皇宫。现在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Tomorrow? Yeah. Because I need to see this one. OK. 说今天大皇宫没开，我倒要看看有没有开。
每天开了，每天的18点。又来一个人说今天不开，意思就是说要我去他们的那个团呗。这大皇宫门口就可以看到非常的漂亮，它是柬埔寨风格的建筑跟法式建筑的一个融合。现任的国王呢也住在里面，现在呢也是处理着一些国家的重要的事情，比如说会见外国使节啊之类的一些事情。在前一段时间，我们外交官还在这里递交了国书。绕了这个王宫大半圈，终于找到入口。你们猜怎么的？还真的是关门了，3点半关门，就是3点半就禁止人员进入了。但是门口啊，招揽生意那种司机还是蛮多的。好了，我们明天早上见。噔，转眼之间已经来到了第2天。它这个早上的话是8点开门，然后9点半就停止进入；下午的话是2点开门，然后3点半就停止进入。王宫的入口也是不容易找，就是这个小门。看到这个 TK Boss， 在进入这个王宫一定要注意穿着，不能穿短裤、短裙，不能穿露肩膀的衣服。还有10分钟就禁止进入了。这里一张门票是10美金，然后如果请导游的话也是10美金。我们先买张门票吧。10美金，相当于70人民币。Do you have Chinese guide？ 就我一个人请导游，有点亏啊。没有中文？没有。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，没有中文导游。这是一张小卡片，标示了几个地点。现在我们在入口这里，然后按照这个顺序走。王宫里面也到处都是这些佛教的元素。现在的国王是西哈莫尼，是西哈努克的儿子。就西哈努克退位了之后，就是西哈莫尼来。哇，好漂亮！那第一眼看起来蛮震撼的，真的挺震撼的。它这栋建筑非常的庞大。进来之后，看到这边整个皇宫整体的建筑风格，它是带一点柬埔寨风格。我们看这个房顶，它是呈现一个尖尖的一个房顶的一个形状，那屋檐的四周呢，它是翘起来的，非常的柬埔寨风格。但是它又不完全的柬埔寨。它的下半部分有一点法式建筑的一个风格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当时它这边的很多这种建筑是法国设计师设计建造的。虽然是1430年柬埔寨迁都金边之后建造了这个皇宫，但是大部分这边的主体建筑还是由当时的法国建造的，始建于19世纪末，曾于20世纪初扩建。它这个整体建筑的颜色是由黄色、白色和淡黄色相间构成的。这个黄色呢，就相当于皇室无上的权力；白色呢，就是代表着婆罗门教。前面这个就是王宫中最重要的一个加冕厅，也是金銮殿。上面有好多壁画，这些壁画都在做那个印度教的故事。然后这边有很多法式的吊顶，房檐有飞天女神。它这个皇宫里面并不是所有地方都可以参观的，就是可以让你参观的部分是可以看的，因为它正在使用当中。我们游客可以看的只是非常小的一小部分。这个建筑就非常的法式但是不能进去参观。在金边王宫里面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点，叫做银塔、银佛塔。它为什么那么出名呢？因为它是由5000块的银砖组成。我们去看一下，眼前的这一座就是所谓的银塔。因为你从外表上面看不出它是银色的，但是它的底下呢是铺满了银做的砖。刚才里面不准拍照，所以我就没有拍。这个银做的砖呢，一共有5000块。然后这里面更让我亮瞎眼的是一进去它有一个金做的佛，中间是空的，但是跟人一样高的一个佛，金子做的，上面镶满了钻石。其中最大的一颗呢，在它的一个眉心这里，一共是我查了一下资料是25克拉。那眼睛呢也都是钻石做的，就是全身都是镶满了各种钻石。更亮瞎眼的是，在这座跟人等身高的佛的后面还有一个玉佛，那个玉佛一看质量就是非常好的玉，它带着一种翠绿色又非常的通透。据说泰国的玉佛是还是参考柬埔寨这个玉佛来做的呢。另外这里面大部分像一些小塔什么，全都是用金子做的，非常的价值连城。这里面
这个银砖寺也叫玉佛寺，围绕这个玉佛寺有非常多个白塔类的建筑。可见啊，在柬埔寨呢，不仅仅是吴哥时期很辉煌，而是它在迁都金边之后啊，这里依旧是国力不减，就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。因为受到法国的殖民，所以它避免了被亡国的命运。为什么呢？就好比啊，几个小弟打来打去，突然间有个大哥站出来说：“别打了，你们都是我的，你们必须得听我的话。”类似于这样啊，所以它避免了亡国的命运。这是壁画。这个壁画的时间应该没有太久，可能就是100-200年。前面这个骑在马上的大帅啊，是西哈努克的爷爷的爷爷。我刚才是问这边的管理员。这个皇宫怎么讲呢？我觉得唯一失败的一点就是它完全没有任何的文字说明的一个讲解，就是你只能去请导游才能看得懂这些建筑，要不然你就是在地图上多查一查，先做好功课来这个地方，要不然的话真的一点说明都没有。这个是国王骑在大象上面的时候用的那个宝座，这个是轿子的椅子，这个是皇帝坐的龙椅。他们的龙椅的形状很奇怪啊。出来这边有一个乐队演奏的柬埔寨的传统音乐，这些乐器都是柬埔寨传统的一些乐器。可能我们后期去到暹粒会看到更多这些演奏乐器的残疾的，因为地雷啊所受害的一些人。现在的国王跟皇后，现在的国王是西哈莫尼，他现在已经70岁了。说是5点关门啊，在4点半的时候，基本上陆陆续续那个宫殿就已经不能进去了，然后他已经在陆陆续续在赶人了。买了一包2000，3块5人民币，贵不贵啊，朋友们？也没被坑啊。来玩一玩鸽子召唤术，呜，鸽子召唤术，哇塞！这喂鸽子还蛮治愈的啊，吃完就走，什么意思啊？再来。前面这个就是柬埔寨的独立纪念碑。在法国和日本撤离了柬埔寨之后啊，1953年的11月9日，柬埔寨正式宣布独立了。独立了之后呢，就迎来了柬埔寨难得的和平与繁荣时期。这个时期啊，是柬埔寨的一个黄金时期。在柬埔寨有一句话是说，西哈努克就是柬埔寨，可见西哈努克在柬埔寨人民心中的地位。可以这么说，西哈努克的领导是柬埔寨取得独立的一个关键。这个是金边市中心的一个广场。这里目之所及，所有的高楼基本都是20年的时间建起来的。市中心屹立的一个西哈努克的一个雕像，上面写着“西哈努克国王殿下，独立、领土完整和高棉民族团结之父”。他们曾经的国王西哈努克，他曾经做过国王，也曾经从国王的位置退下来从政。不管他是在做国王也好，从政也好啊。他整整影响了柬埔寨大概70年的时间。他曾经被废除过，然后逃往了咱们中国北京。后面呢，柬埔寨经历了红色高棉时期以后呢，他又返回来，相当于啊，他既是国父，他领导着柬埔寨人民啊取得胜利。胜利了之后呢，他又领导着柬埔寨人民啊从无到有这样的一个过程。所以柬埔寨人民特别的尊敬他。在西哈努克雕像正对的方向啊，就是现在柬埔寨的金边的繁荣的一个景象。那这边是好多高楼酒店什么的，这中间是一个大广场。那在1957年独立之后，稳定发展了一段时间，后面又发生了什么呢？为什么会导致在1999年才迎来了繁荣时期？这就不得不提到从1970年开始的一场内战。在1975年的时候，红色高棉夺权，从此柬埔寨陷入了无边的黑暗。好了，下一个视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无边的黑暗的红色高棉。我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
拜拜。